皮林瓦，皮林瓦，他是我最喜欢的恐惧演员。在他出现之前，我都很少会去看恐惧的。1年前还是舞台上的罗摩王子，1年后就死在了荒郊野外，还是吸毒过量而死。生命真的就像流星一样，转瞬即逝，实在是太无常了。赶紧说正事儿。怪不得有几次夜里回家觉得瘆得慌，总感觉有人跟踪我。原来是真的。这个我可以为金陵作证，他有一次还把我误认成跟踪他的人。仅仅是跟踪吗？有没有做一些其他的？没有啊，不然的话我不可能意识不到啊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景天回国不久就开始了。问题是，他干嘛要跟踪我呀？是你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呀。还是他爱上你了？或者说，他是不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呢？你这么说就有点离谱了。那怎么了？其实真的有这个可能。皮林瓦他毕竟是搞艺术的出身，心思特别细腻，这样的人感情丰富也很正常。跟踪精灵，跟踪兰雅，她们2个都是女的，这还可以解释。但跟踪马里奥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而且他和马里奥又起了冲突，还不是一般的冲突。皮林瓦他在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马里奥的袖口。难道是马里奥杀了皮林瓦？怎么可能？他为什么呀？马里奥为什么要和皮里瓦起冲突啊？
就算起冲突就会杀人吗？堂堂一个法医杀一个流浪汉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轻视流浪汉的意思，但是这确实说不通啊。可能是马里奥爱上你了呗，然后发现皮林瓦跟踪你，他担心皮林瓦会威胁你，就和皮林瓦起冲突了呗。起冲突之后，发现皮林瓦这个人很危险，就把他给杀了。你这脑回路怎么进警局的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个人分析案子不一定在行，但看这方面就没有错过。我敢打赌，马里奥肯定爱上了你。我见过马里奥，看你的眼神，100%是。喂，这有什么奇怪的？早就看出来了。再说了，喜欢精灵不是很正常吗？你不喜欢？喜欢。谢谢。老实说啊，其实我也觉得他们俩之间真的不是一般的冲突。你没看监控视频里，皮林瓦对马里奥都动刀子了吗？皮林瓦对马里奥动刀子，不代表马里奥就会对皮林瓦动刀子，就会杀人啊！他完全可以报警控制住皮林瓦呀。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啊。马里奥他为什么不报警呢？没来得及，偶发事件，甚至是误会，不值当报警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说一个信息。我去了一趟市南区，那的几个流浪汉说，前几天有一个非常帅气的年轻人找过他们，他的手里拿着皮林瓦的画像，是画像，不是照片。你早干嘛去了？你现在才说，啊？给我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转呀！是。你接着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？今晚没有我的同意，不许转过来。干脆请马里奥过来。这样不好吧？大家都是一个系统的，现在咱们还求着他呢，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尴尬？要不，还是我和德国去找他吧。我管他尴不尴尬，反正我不尴尬。把他请过来吧。是。卡，嗯，兰雅家附近有没有装监控？调出来查一下。那一带没有监控，如果有的话早就查了。那他单位呢？他单位的监控有发现马里奥吗？没有，有的话早跟你汇报了。哎，我同意了吗？你就转过来。那把马里奥的指纹和现场找到的那个注射器比对一下，还有，去联系一下缉毒队的兄弟们。要购买这么大量的毒品，肯定能够找到上下家是谁。是。说。我明天拿马里奥的照片找流浪汉确认一下。哼，一晚上了，总算说了一句有用的。金莲，今天你2天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吧。你先什么都不要想，今天晚上我陪你，而且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走夜路。
警长，兰雅回不来了。什么意思？从兰雅办公室提取的物证比对结果已经出来了。3号尸体就是兰雅。 警长，人带过来了，给我带到询问室。啊，这合适吗？知道了。今天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坐那儿，我坐这。要不咱俩换一下？不行啊，我兄弟看着呢。昨天晚上你跑到哪去了？怎么都联系不上你啊？对不起啊，今天听经理说你们要重新检查3号尸体，我昨晚在家吃了安眠药，睡着了。吃安眠药了？怎么了？休息不好？我一直都休息不好。我还以为你得罪谁了，心理压力大。别闹了，是颈椎问题。再说了，要得罪，也是别人得罪我吧。那你说说，有什么人得罪过你？一些小事就别提了。我们有话直说吧。你们不是还在等着我的实验报告吗？什么情况？这袖扣和我衬衫上面的袖扣长得很像。你丢过这样一颗袖扣吗？嗯，丢了几天了。本来想再去配一颗的，可是没有时间。你们是在哪儿找到的？确定就是我的那一颗吗？那件衬衫还在吗？在家，随时可以去拿。这个袖扣是在一个死人的手里找到的。死人？谁啊？
给他看一下。你的胸怀比我以为的还要宽阔啊！都拿刀逼你了，你还觉得无所谓？一个流浪汉而已，何必跟他一般见识？再说了，报了警又怎么样？把他关起来几天，再把他放了，这不是浪费警力吗？等一下。 你是说，他死了？死了。我明白了，你们怀疑是我杀的。是。 这个地方，我还是第一次进来，挺奇妙的一个地方，可以让平时正常的人突然变了一个人。有我杀他的证据吗？如果有证据的话，就不用审你了呀。多麻烦啊！所以你们就凭死人手里的一个袖扣，一个正好跟我衬衫袖扣长得一样的袖扣。当然不只是一个袖扣，我们调查过了。你呢，并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无所谓，不跟他一般见识。你可是昨天白天专门拿了画像去找过人家的。一个人跟我起了争执，而且是动了刀的那种争执，我总该了解一下他是谁，为什么这样对我吧？那这个人是谁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啊？他是谁？你们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，我真的不清楚。本来想今天去找他问个明白，但是时间排不开，就没去。你看啊，你和他起了冲突，还是动刀子的冲突，然后那个人就死了。死的时候呢，手里还拿着一颗袖扣，和你衬衫上的一样的袖扣。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想？你说的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也确实没有杀他，因为我没有理由杀他。警长，我就知道你这个时间该饿了。什么？谢谢啊。谢谢。哦，又有什么忘了说啊？其实也没有忘记说什么，我就是刚想起来，伦威跟我说，皮林瓦的身上并没有长喙天鹅的纹身，右脚上的小脚趾也是有的。我要是不问的话，
就不准备告诉我了呗？不是警长，我也是刚接到伦威的电话，我心里就光想着你饿了该给你订汉堡了，是吧？那也不能说明皮灵瓦他就没有杀兰雅吧？皮灵瓦为什么要杀兰雅？从那些流浪汉的介绍来看，皮灵瓦肯定是非常非常深爱着兰雅的。他在那些硬纸壳上写的台词和诗歌，还有皮灵瓦贴身收藏的兰雅之前给他写的那些纸条，这些都证明了这一点。但是兰雅不喜欢他呀。不喜欢他，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还天天给他送晚饭啊？还写那些那么暧昧的字条？同情呗，同情又不是爱。他有可能以前爱过，但他爱的是罗摩王子，不是流浪汉。这就对了。这句话你倒是学会了啊。如果是情杀的话，有可能是这样的：皮灵瓦还当自己是罗摩王子，但是兰雅却已经不爱他了。皮灵瓦实在无法接受这一点，他还想着控制兰雅，然后就开始跟踪兰雅，还总是去骚扰兰雅。兰雅不从，他就由爱生恨。吸毒的人一般都容易情绪失控，在冲动之下，皮灵瓦就残忍地杀害了兰雅。这样的推断似乎也是成立的，是吧？对不对？因为这个，他就虐待兰雅嘛，还放火烧死了他。警长，如果毒瘾上来了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OK， 假如是皮灵瓦杀了兰雅，那他为什么又要自杀呢？可能是杀了兰雅之后反应过来了，就畏罪自杀了。那他为什么要跟踪精灵呢？也想追求精灵呗？不，这个实在是有点不沾边。当然也可以假设，皮灵瓦他是自杀的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是因为兰雅不喜欢他，拒绝了他，他伤心欲绝而自杀。但这样同样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跟踪精灵，也解释不了他为什么要跟踪马里奥，为什么和马里奥起了冲突。现场，他的身边也确实没有留下注射毒品的注射器，并且他一个流浪汉，哪有那么多钱一下子购买这么多的毒品呢？是啊，而且皮灵瓦他已经戒毒有一阵子了，怎么突然又复吸了呢？怎么了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皮灵瓦戒毒有一段时间了。我听那几个流浪汉说的，他们告诉我，说皮灵瓦一直在坚持戒毒。那些写着第几天第几天的即时贴，就是兰雅写的鼓励他的话，让他坚持下去。你再想想，还有哪些你忘了说？没了。如果皮灵瓦和兰雅感情到了这种程度，我是不太相信皮灵瓦会去杀了兰雅，更不相信会用这么残忍的方式。是啊，就算是皮灵瓦杀了兰雅，他为什么要杀宗拉维蒙和素潘呢？从作案时间看，1年多前，皮灵瓦可还是恐惧大明星呢。而要从第一具焦尸开始计算的话，15年前，皮灵瓦还只是个7、8岁的孩子。
如果说毗陵瓦他其实只杀了兰雅一个人，却同样用了这种虐待加焚烧的方式，那也实在是太巧了。喂，你好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警长，那个针管的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没有马里奥的指纹和生物信息，只有毗陵瓦的。从证据上来看，应该是毗陵瓦注射毒品所用的针管。哦，还有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检测出来，发现针管上有相当量的蚂蚁信息素。蚂蚁信息素？是的。看来今天的课是又上不了了。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。警长，那马里奥是不是可以放了？焦尸案那儿还在等着他的实验结果呢。而且咱们就这样把他关起来，他们长官肯定给咱们长官打电话，大家面子上都不太好看啊。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啊？哎，怎么了？你看，这有个蚂蚁窝。我谢谢你啊，我也知道这蚂蚁窝，不然这转了老半天，你就看到一个蚂蚁窝啊。有蚂蚁信息素，自然有蚂蚁；有蚂蚁，自然有蚂蚁窝。这个我也懂啊。对，那这个蚂蚁洞和别的蚂蚁洞有什么区别啊？有什么区别啊？对啊，有什么区别啊？我问你啊。你懂你还问我？哎，对不起。这是一个弓背蚁的蚂蚁窝，通常一个蚂蚁窝里大概会有8000只左右的蚂蚁。
但这个蚂蚁窝目测数量应该还不到一半。等等，你连蚂蚁都能数得过来？你先听他说。那些蚂蚁，那么大数量的蚂蚁都跑哪儿去了呢？你们跟我来。你们看这里，还有这儿，还有这儿，这一片全部都是蚂蚁的尸体。这些蚂蚁的数量加起来总和应该怎么也有小几千只了。弓背蚁是一种战斗性很强的蚂蚁，那是什么原因能够一次性消灭这么多的弓背蚁？那换句话来说，这些弓背蚁是怎么死的？是啊，怎么死的？累死的。累死的。没错，就是累死的。你们看这些蚂蚁的尸体分布上有什么规律？蹲着看反倒看不清楚，站起来。从那儿到那。哦，这些死亡的蚂蚁是不是都是冲着同一个方向，分布成了一个圆形？而这个圆形的核心呢，就是那儿。尸体发现的地方。对，正是毗邻瓦尸体被发现的地方，距离这里差不多有15米左右。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圆圈再往下走。你们看，针管被发现的位置就是在以尸体发现点为圆心、半径15米左右的圆圈上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先问你个问题：针管被发现的时候埋得有多深啊2厘米左右。那就对了。怎么又对了？啊？怎么就对了？我怀疑毗邻瓦不是他杀，而是自杀的。自杀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圈叫做蚂蚁怪圈。在侦破吉拉语的案件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，蚂蚁是靠同伴的信息素来行进的，所以蚂蚁每次出门都是成群结队，共同进退，原路来去的。可一旦这些信息素出现头尾相连的情况，那蚂蚁就会自己走成一个圈，这个圈就叫做蚂蚁怪圈。在自然界，这种现象很少见，但如果有人为干预的话，就很容易形成。你说人为干预？对，比如用死蚂蚁或者人为改变蚂蚁路线等办法。你是说有人想办法让现场发现的那些蚂蚁走成了蚂蚁怪圈？没错。那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才是关键所在。要知道，蚂蚁一旦走成蚂蚁怪圈，就相当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，除非累死，不然不会停下来的。所以，我们现场看到的那些蚂蚁是累死的。对。再回到卡的问题上，有人设法让这么多蚂蚁在以尸体发现的中心点为圆心，半径15米外，以这样的圆圈沿着同一方向不停地走，不停地走，直到累死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这，卡是在问你啊。考虑到在现场发现的那根注射针管正好就在这个怪圈上，并且土埋的又很浅，而且从这根针管上又找到了现场蚂蚁的信息素，所以我高度怀疑，这个人搞这样一个蚂蚁怪圈，就是为了埋这根针管。想想看啊，虽然一只弓背蚁的重量很轻，但数千只弓背蚁不停的、不懈的转着圈，而且每一只弓背蚁都会踩到这根针管。那这样不停的踩、不懈的踩，直到累死。那我觉得将这根针管踩到土里，应该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。这么神奇？没错，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。可是你说的这些跟毗邻瓦他是自杀还是他杀有什么关系呢？好问题。我明白了。如果毗邻瓦是他杀，
是被凶手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而死的话，那凶手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针管带走销毁？如果凶手是想把它埋在现场，那么他又是为什么非要大半夜的去捅蚂蚁窝呢？还费劲的鼓捣了一个蚂蚁怪圈，然后再把针管刻意的埋在10多米开外，并且只埋2厘米左右呢？但如果平林瓦是自杀的话，这一切就好解释了。他在给自己注射毒品前，先利用现场的蚂蚁窝，事先制造了一个蚂蚁怪圈，然后给自己注射了过量的海洛因。他在死前3分钟的时间里，把注射器弄上蚂蚁的信息素，再丢到蚂蚁怪圈的圆圈上，然后那些不知疲倦的蚂蚁们，自然会把针管踩到土里去了。就这么容易就能制造一个蚂蚁怪圈吗？差不多，提前抓一些蚂蚁捏死，然后将信息素留在一个闭合的圆形的轨迹上，然后去骚扰蚂蚁窝。大量工蚁涌出后，就会寻找信息素。只要有几只蚂蚁走成了圆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蚂蚁沿着同一方向走成圆的。那为什么以15米左右为半径呢？应该是皮林瓦用尽全力将注射针管扔出去的距离。可以试试扔一个空针管能够扔多远。没错，应该可以试试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皮林瓦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去制造这么一个蚂蚁怪圈呢？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只有一个：制造他杀假象，让别人觉得他是被谋杀的。那么，制造他杀假象又是为了什么？很简单，为了让我们看他手里的那颗袖扣。马里奥的那颗袖扣，应该是。那又是为什么？总之，现在我们可以初步判断，皮林瓦是自杀的，对吧？可以确定了。那马里奥是不是可以放了？长官已经打了好几个电话了。你看，直接打给你了吧？这个电话。Hello。哎，皮林瓦怎么就会想到用蚂蚁怪圈来制造他杀现场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。警长，手续已经办完了。要谢谢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昨晚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咱俩是同行，这也是常见的事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突然变得这么客气，我可是习惯不来。以后再遇到平林瓦那种人，你还是要及时报警的，不然自己多麻烦啊！你要相信我们刑警。皮林瓦是我杀的吗？目前看应该不是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回到像以前这样搭肩勾背、互相斗嘴的时候呢？当然，没问题。那就好。我先走了。哎，我送你啊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对不起。疼不疼啊？疼不疼？疼吗？你说呢？砸你试一试。会不会肿啊？不好意思，你先坐一下。哎，严重吗？要不要送你去医院看一下？是。你这笨手笨脚的性格，什么时候可以改？笨手笨脚怎么了？这说明我还小，还在青春期。哎，这2天我请你吃饭吧。算了，你只有请女生吃饭的时候是认真的，
哎呀，真的，我是认真的，现在去吃嘛，好不好？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以后你能不能离精灵远一点？毕竟她是我兄弟的女朋友，啊？感情这回事儿，不是自己说了就算的。你不懂。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认真了呢？啊？你怀疑马里奥啊？别胡说，要是怀疑他，我就不会放了他了。你看啊，马里奥首先是个男的，这没错吧？其次呢，他是德国留学的法医昆虫学博士，所以他肯定是非常懂昆虫的，对不对？哼，你能不能说点我不知道的？还有一点，难道你不觉得吗？马里奥其实一直都挺神秘的，总是独来独往不说，到现在他家在哪我们都不知道。他好像从来就没有邀请过咱们去他家玩，而且他老家在哪儿，他父母家人是谁，我们好像都不知道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我们大家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女朋友。我甚至一直怀疑，他不喜欢女的。你不是说他喜欢精灵吗？打脸了吧？唉，说的倒也是啊。你来找我就为这事儿？哦，不是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刚才去市南区找流浪汉确认过了。之前拿着皮林瓦画像去问他们的，就是马里奥，没错。景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？皮林瓦是自杀的，他的死跟马里奥没有关系。马里奥跟皮林瓦无关，不代表他跟兰雅无关。根据目前我们查到的所有的线索，我们所知的兰雅的关系人，也就是马里奥和皮林瓦他们两个。说得好。但是马里奥的右脚上有小脚趾，我刚刚亲眼所见。但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继续加油。好吧，好吧，就当我没说过吧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丽营第3龄的比对已经完成了。啊，利用隐类来计算实验间隔是我们实验室重要的实验项目，你要盯紧一点。哦，还有，兰雅的死亡时间的报告已经做好了，等你签完字就可以发给瓦拉里洛了。我马上签。